回到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GL Diary， 我是 Sharon， 我是 Celia，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运行 YouTube 账号的这一个历程。我们分享的顺序呢，会从一开始如何注册，到后来拍摄，到之后如何剪辑视频，最后的上传的步骤。按照这个步骤来跟大家一步一步的讲解。第一个步骤就是注册。你想要在 YouTube 上发视频的话，你必须要有一个 Google 账号。有了 Google 账号之后，你可以去电脑端，因为我们用的是电脑端，所以用电脑端跟大家做示范。当然你用手机或者平板都是可以的，只是说电脑端它更加的方便一些，对，界面也更全一些。对，所以这里呢就用电脑端做示范。但是操作上其实都一模一样，只是界面不太一样而已。然后你用你的 Google 账号去登录到你的 YouTube 里面，那么基本上你到了这个步骤开始，你就有权利也可以在 YouTube 上发布视频了。没有什么门槛。对，就这样你就可以发视频了。但是这边呢，官方不会跟你要求，但是我们推荐大家在你的手机上下载一个 YouTube Studio， 它是一个软件。对， YouTube Studio 呢是会直接连接到你的账号后台的。平时你操作一些东西可能是在电脑上，但是呢，你不能把电脑随时随地都带在身上吧。所以手机上下载一个 YouTube Studio 呢，更方便你平时监看你后台的动态，比如观看量呀、点赞量啊，或者说有评论你要想要及时的回复呀，或者是 YouTube 它也会帮你做视频评估、流量评估等信息，你想要及时的查看，你可以通过手机的 YouTube Studio 去查看。对，关于注册就只有这3个内容。注册完之后呢，就到了拍摄。拍摄的时候你需要准备拍摄设备嘛。有条件有要求的人的话，可以准备相机。那至于准备什么相机的话，可能得你自己去网上对比一下。对，我们这边没有用相机，所以我们也不敢推荐。对，那条件有限的人的话，就是可以用手机。我们现在也是在用手机在录像。我们用的是苹果14的。这期视频就是用苹果14来录，之前的话是用其他的设备来录。今天是苹果14，那大家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对比。然后是灯光，如果你是选择在户外拍摄的话，灯光其实它没有那么重要，可有可无。如果你是跟我们一样在室内的话，你就需要备一个补光灯。因为之前我们用的是自然光，现在我们用的是补光灯。那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它们两个一个有什么明显的区别。对。那之后就是收音设备，如果你的拍摄环境非常安静，没有一点杂音的话，也可以选择不买。但如果你的环境比如说有空调的声音啊，有冰箱的声音，然后可能外面车子来来回回的声音，那这样的话你就需要买一个设备。对，也不用担心价格的问题，因为在网上可以搜到很多评价，然后又非常好用的一些收音设备。大家可以就看一看。拍摄完了视频之后，你就需要剪辑。我们一直在用的剪辑视频的软件呢是剪映，用它的原因呢是因为它有很多就是小特效呀，然后转场啊，搞笑的表情包。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生成字幕。我们可以直接下载它的 SRT 文件。因为之前这个女人她不是用特效嘛，因为用了特效，所以就 YouTube 不能够生成文字的字幕，所以我们需要自己导入字幕给 YouTube。所以就我们需要第三方的软件供我们下载 SRT 字幕文件。对，然后再去 YouTube 里面生成字幕。所以我们选择了用剪映来剪辑视频。对，但其实剪映的话还有一个作用，就是它非常容易上手。就算是你没有学过剪辑的话，也很容易上手。对，但是剪映有一个弊端，你如果要求比较高，你想要特别好看的模板，或者说特别好的一些音效的话，它可能需要你买 VIP。反正我们现在是没有这个需求。很够用。
不想要用剪映的同学，如果你是苹果用户的话，苹果自身有带的 iMovie 也非常好用，它是完全免费的，里面有很多免费非常好听，然后种类非常多的音效。我觉得这个非常好。然后这边还有其他的2个软件推荐给大家，一个是 AE， 一个是 PR。但是这2个软件呢是推荐给那些想要自己制作表情包或者是自己制作特效的小伙伴们，因为这2个软件它过于专业，对，而且一般是用来处理非常冗长的视频才会需要用到这2个。然后一般1个小时1-2个小时的那种视频的话，剪映和 iMovie 完全就够用了。对，除了剪辑视频之外，还有一个东西是需要编辑的，就是你视频的封面。一般情况下是可以截取你视频里面的某一个瞬间，就是比较吸引人的。比如有的博主喜欢用夸张的表情呀、搞笑的表情呀，就是你这个视频里面的某一些片段，把它截取下来，然后呢，可能是抠这个人的人像，然后旁边加一些字，就是通过画面和文字生成一张图片。当你上传你的 YouTube 视频的时候，它将会以视频的封面存在。然后也推荐一个网站，是可以辅助大家去制作这个视频封面的，就是 Canva。我们也会把 Canva 的链接放到视频的下方。剪辑完成之后呢，就到最后一步，上传视频。在上传视频过程中，它其实是有很多步骤需要处理的。在 YouTube 的版面上，有非常多的东西。首先就是 title， 它是你拍摄这一期内容的一个标语。它也是能够让观众快速的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的一个作用。所以它要非常的吸引人。然后它有字数的限制，所以你要非常的简短才可以。意思就是你要把你的内核写得非常的吸引人，让人一看就知道你在写什么。对。下一个就是 description， 它的作用是你可以详细的把你的内核写下来。因为上面的那个 title 只是简短的写嘛。那下面的这个 description 它的作用就是让你把你的这期视频的所有的内容可以清晰的就是写出来，当做一个简介的作用也可以。对，或者你在视频里有想推荐的一些东西的视频，有一些想推荐的产品，你都可以把它的链接放在 description 里面。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 time code， 它的作用就是如果你的视频有很多段，你可以把它分成时间节点，它会显示在那个进度条里面，观众也能快速的根据进度条来找到自己想要的内容。第3个就是 thumbnail， 也就是封面，因为它前面讲过的比较详细了嘛，那我就不细说了。补充一个点就是封面要做的很吸引人才可以。第4点就是 tag 标题，它的作用是能够让观众搜索到你的视频。所以你在写的时候要非常的详细。那它的字数的话也是有5000字可以写。那你在写的时候前面一定要加一个 hatch，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这里是怎么写的。比如说这里写了 hatch 出国留学，然后 hatch 出国前准备，然后 hatch心理准备等等等等，就是只要是跟你这期视频相关的所有词汇，然后你觉得观众会搜索到的一些内容都可以写在这里面。对，它其实写的越多越好。对，越能够概括整条视频越好。对。然后我们就直接跳过一些这边繁琐的过程，因为它也没有什么太多的技术含量，我们直接跳到上传视频的最后一个部分，就是关于 subtitle。这一个部分呢可以说非常重要，因为一方面字幕对于视频的观感来说是影响非常大的。对，因为有些人他可能在特定的情况环境下他没法打开声音嘛。对，他有的人他就是不喜欢听声音，他就是喜欢看着字幕来看视频。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
不管别人听还是不听，你有字幕和没有字幕当然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而且 YouTube 视频里的字幕呢还有另一个作用，就是你上传的字幕文件会被YouTube 平台所识别，然后它进行完识别之后，它会生成一些像标题一类的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呢也会和刚刚提到的标题起到一样的作用。对，就是有人搜索相对应的关键词呢，你的视频就会被推送给就是搜索关键词的观众。也就是说它不仅对观感有影响，对你视频的推送率也有影响，所以我们才说它相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是你视频一定要放subtitle 才推送率高吗？才观感好吗？并不是，包括官方它也并不会要求你一定要放字幕。所以这是看个人。而且刚才也说过，你要放字幕，你必须要有 SRT 文件。这个 SRT 文件呢，一般情况下 YouTube 是可以直接帮你生成的，如果你的视频没有遮到脸的话，因为 YouTube 它要根据你的脸，就是脸型、嘴巴和你的声音来进行分析，然后才帮你生成 SRT， 也就是字幕。如果你其中任何一项不符合，那它就不会辅助你生成字幕。但是你必须要有 SRT 文件，它才会去识别你的字幕，并且生成相对应的标题。这里说的字幕说的不是和视频融为一体的那种字幕，而是单独的一个文件，字幕的文件叫做 SRT 文件。也刚好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我们上一期的这个视频呢，它其实我们在上传这个视频的时候，它就自己本身就有一个字幕，但是呢，我们是可以通过 YouTube 的 CC 这个字幕选项来进行加字幕的。你看视频本身就已经有中文的字幕，但是字幕选项里面还有一个中文字幕，这个选项里面会出现的字幕就是 SRT 文件生成的。视频本身有的这个黑白的就是跟视频融为一体的字幕。这种跟视频融为一体的呢是不会被平台所识别到的，就是它对你视频的推送率不会有帮助的意思。所以如果有朋友想要通过字幕来提高自己的视频推送率的话呢，你必须要保证你提交给平台的是 SRT 文件。然后通过以上的这些所有繁琐的步骤之后，你的视频也上传完毕了，就是加载完了，你就可以对这个视频进行发布，或者说你先把它收藏在你的收藏夹里面之后再发布。我们平时的做法就是先把它收藏起来，就是放到自己的 gallery 里面，因为我们要去对它的字幕进行翻译。我们必须要先把它保存下来，然后再去做字幕的翻译。这里呢就是要跟大家说一下如何去做字幕翻译的这个工作。刚刚有说过，我们是从剪映导入的 SRT 文件是中文的字幕，一般会把它翻译成缅文和英文两种，一般就是他负责一个，我负责一个，然后把它进行翻译。去 YouTube Studio 里面打开一条视频，然后打开这个编辑模式，然后在左边的编辑栏里面选择 Subtitles， 然后你就可以对这条视频的字幕进行各种编辑。然后你可以 add language， 加完 language 之后，你就可以去翻译它。那么我们这边点击刚刚新加过的比如说 Burmese， 我们去编辑它，然后呢，你点击编辑完之后，它就会对应的根据你原本上传过的 SRT 文件中文版，然后中文版下面就会有一条新的，它已经帮你翻译成缅语的字幕。可以在这里自己检查它翻译的准不准确，或者你想要有一些对地方想要补充的，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编辑。包括这条字幕它出现到结尾，就是你想要它从几秒钟到几秒钟出现，然后消失，等这些信息你都可以进行编辑。然后你编辑完了之后直接 save， 然后或者 publish， 它就可以生效。但是这个
一般情况下，你如果刚开始做 YouTube 的话，我们不推荐你直接做就是 translate 这个工作，因为很累，太累了，工作量很大。对，虽然它会帮助你把你的视频推送给不同语种的人，但是它真的有一点工作量大。你可以等你稍加掌握了之后，你再来推荐 subtitles 这一块。好的，那么今天想要分享内容呢，也就全部都说完了。如果大家有什么疑问的，或者是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好，我们如果有什么说的不圆满的呢，也请大家多多的指教。我们也会积极的回复大家。好的，好，那么这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拜拜，拜拜。下班了，呜呼，下班，好。